欢迎两位啊，打哪儿来啊？河北。我是青海的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是说你们俩上这节目之前打哪儿来的呀？北京。哦，现在都在北京工作是吗？对。啊，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们两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在火车上认识了。我们家是在县城做生意的，然后那年呢生意比较忙，我又正好去帮忙了。他正好是在河北上的大学，然后我们那次正好是同一辆火车回来的。在火车上看到她，我就觉得她挺漂亮的嘛，当时就想跟她要个联系方式。然后没多长时间，我们两个就确立关系了。后来呢，就是我在北京工作，生活都挺好的，挺稳定的。她现在就是特别想让我回他们老家那边工作。我现在不愿意就放弃北京这边的生活，去重新去打拼什么样的。行，听明白了。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，我想留北京，希望我们说服你的女朋友，是这意思吧？然后刚才说的是这么认识的，交往怎么交往啊？你就当时是在河北吗？因为他在你老家读书嘛。河北哪儿读书？石家庄。石家庄。好，他在石家庄读书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工作呀？我那时候在我们那边一个小县城网络公司做技术。当时主要就是异地恋。异地恋。就打电话、视频什么的。练得怎么样？当时练挺好。后来呢？后来就不怎么好了。后来他就总说，你在这小地方没有什么发展啊，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什么的，你去大地方闯闯嘛什么的。后来我就去北京了嘛，去闯。然后他来了之后，他又说北京这边生活压力太大了，然后就说你去小地方就不行吗？安逸点就不行吗？反正就是我怎么做都不对，然后他怎么说都是他的理。不是那样的呀。当时我是在读大学嘛，那肯定思想观念是不一样。现在我出来社会，我就觉得其实挺残酷的。我觉得还是在小地方扎根，我觉得比较好一点。这个说说你们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吧？别老说去哪儿去哪儿，听着都累的哈。恋爱谈的怎么样？当时谈的确实挺好的，我觉得他人也不错。俩人虽然是每次在手机上聊天呀啥的，也没咋见过面，就见了那一次面就将近1年没见过面嘛，反正也当时挺好的。哇，就火车上见了一次。对。然后就1年没见。因为当时他在保定，我在石家庄，他不来找我。多近呢？你为什么不去找啊？就是当时工作比较忙嘛。你有多忙啊，兄弟？谈恋爱。他就是比较害羞的那种。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去找他了。哎呀，等于1年没见面，再见面还是你去保定找的他。对。哎呀，你得有多大的定力？你们俩这事儿都没吵过架？吵呗，好几次都是我主动找的他，他一次都不来找我。那我后来没有找过你吗？对，找过一次，就玩了个公园。是一次吗？就是一次呀。行吧。反正就是在恋爱期间，女生比较主动，是这意思吧？听下来，就男生相对的被动一些哈。你是哪年毕业的？我是今年刚毕业的。今年刚毕业，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现在北京。等于现在你要求他从北京走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我想让他回回青海，我俩一块儿回青海发展来着。那你是哪年去的北京呢？是现在在北京大概待了2年了。应他的要求去的北京是吧？对，当时就是跟他赌气，他赌什么气啊？您可以问问他当时跟我说那些话，他是怎么说我的。行，说说吧，当时发生了什么？当时我就觉得他在一个小县城工作嘛，我就觉得年轻嘛，毕竟，然后想让他去外地闯闯。当时，然后他也不愿意去，我俩就吵得挺厉害的，我就反正说的话也有点过分。你是怎么说的？我就说他没有用，没有个男人的样子。再就是激励他，鼓励他呗，让他去那个大城市看看嘛，毕竟咱们都年轻。我说你要去大城市，我毕业之后我也跟着你一块儿去。就当初你是有个承诺的是吧？对。然后你就去了？对，他当时跟我说的是，你就闯失败了也没事儿，但是我要的是这种敢拼敢闯的，就行了。然后我去了，去找工作，刚开始也是处处碰壁嘛，好不容易有一家就是比较小的公司录用我了吧，工资还特别低。当时我生活的还是比较拮据的，因为我去北京一共兜里就带了2000多块钱，然后交完房租就没什么钱了。那是。我一天基本上就吃1顿饭，然后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、很偏的地方嘛，就花几块钱吃1顿饭。然后他来了之后，看到我屋里有一些零食呀什么的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这生活过得挺好呀，你不是说你在这边挺难的吗？”
当时我也是为了要面子，还是一方面为了他担心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过得挺好，其实平时就吃那些东西，饿了就吃一点什么的啊。他就总觉得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呀，你刚来北京也都是不容易的呀。那你既然知道刚来北京都不容易什么的，咱们在北京这么长时间，好不容易现在安稳了，又要去别的地方。当初让我去大地方的是你啊，又让我回到小地方的还是你。你怎么着你得给我一个选择吧，让我能怎么办？那但是现在你善意了，那我呢？我这个专业压根在北京不好找工作呀。哎，你什么专业啊？我是医学影像技术。然后在北京，医学影像技术就是看那个 CT 啊，就看这些东西的是吧？啊，这也需要经验啊。然后在北京，我压根就找不上专业对口的工作。我说就回老家发展去呗，就回青海那边。但是他又不同意，他就说在北京闯挺好的。但是我又想，我既然是学了这个专业，我就想在这个专业领域有一定的成就嘛。但是他又觉得我就是老想让他换来换去，就这样。咱们说说感情的事儿怎么样？你们俩感情怎么样啊？感情的话，我觉得咱俩在一块儿的话，3天一大吵，2天一小吵，就那样。都为什么事儿吵啊？你说错了，是1天一小吵，2天一大吵。哦，你的嘴还挺快，你说吧。因为他就是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，我干什么他都看不惯。比如呢？就比如说他做饭嘛，然后吃完饭让我去刷碗洗锅什么的，不洗不满意，嫌我懒，洗完了他还不满意，嫌洗的不干净。你本来就不干净，第2天我做饭的时候我又得要再刷一遍，那锅灶什么的你都不擦，你就表面洗一下。可是那天我告诉了没有，我说我近视眼我看不清楚，我看我说那你把眼镜戴上呀。那眼镜戴上，这个眼镜度数不够了呀，现在也看不清了。不是换眼镜不还得好几百块钱一个眼镜，我好几百块钱我再去买眼镜去。那你老说你自己洗不干净，那你也怪我，你眼睛的事可不怪我。那我洗不干净，说1回2回就行了呗。主持人他不是说1下2下，就他逮这个事儿，他能老说，一直说，就说到让人心里特别烦那种。那关键你也不打扫房间呀？你看那房间你一次打扫过吗？那不都是我在打扫吗？是你打扫房间，我也知道你大老远过来跟着我挺辛苦挺不容易的，但是我就希望你有时候也能理解我。我希望你能够稍微的理解一下就行了。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，我就得按照你那个规划走，我如果不按照你那个规划走的话，就是我不对。也不是那样的呀，如果你能做好的话，我就不说你了嘛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讲，上次他去洗澡了，我就顺手就扔了2件贴身的衣物进去，我说你就顺手把它洗了呗。谁知道他竟然放洗衣机里洗我就说那么一点衣物，你就直接用手洗就得了呗，竟然用机子洗，浪费钱浪费水的。他不会过日子的，知道吧？我又不会过日子了。我带你没事什么的出去吃饭或者什么的也挺好的吧。我就觉得现在我工作各方面都在慢慢的变好了，对你好一点，你倒好，你觉得你就除了舍得带我吃饭，你哪都对我不好。什么叫好？那你现在对我挺不耐烦的，尤其你打游戏的，你现在陪游戏的时间都比我陪的多。我想跟你好好说2句话，你就老在打游戏。你打游戏的时候，我跟你说2句话，你就对我不耐烦，你就老骂我。不是，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几天打那么1-2把吧，不是总打吧，就业余时间娱乐一下休息一下也不行啊。那业余时间你陪我一下我吗？没陪过你吗？陪我了吗？行，你说没有就没有。本来就没有。本来就没有。行，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？就是快3年。在北京。在北京3、4个月。就3、4个月就演变成这样了，彼此看着对方都比较讨厌是吧？对，我刚来的时候，他对我可好了特殷勤，就是你衣服脏了，我去给你洗衣服；你吃饭，我去给你做饭去，我给你煮面去。他现在呢？现在啥也不干了，衣服都不洗了，饭也不做了。然后锅呢，我让他去刷，我稍微说话狠一点，他就说不刷了，你爱刷不刷，不刷就那样撂着去吧。不是，我说了，我说你别老催我，就吃完饭就在那放着，我一会儿肯定会去刷的。但是你就老那么说我，你就越说我就越不耐烦，就越不想去嘛。哎，我问问啊，3、4个月前为什么能做到那么殷勤？3、4个月后为什么就不殷勤了，兄弟？因为3、4个月前他来北京，他也是为了我退了一步因为我觉得人家大老远过来了，就愿意这么远跟着我，也挺不容易，我应该对他好一点。听明白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3、4个月过去了，他又要回，你觉得心里比较烦是吧？对，他脾气特别大。
当时一次吵架嘛，他就是非要回家，就收拾东西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行李箱什么的都准备好了。回青海是吗？对，非要回老家那边，就怎么着也不在这边。回了吗？他没回啊。不是我不愿意回，是他拦着我不让我回。哦。是他非要拉着我。当时发生了什么呀？一定要走？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洗衣服这个事儿。啊，这么点小事儿。行，我问问女生，如果他不跟你回家的话，你会跟他分手吗？会。你是已经下定决心执意要回老家了是吗？这是首要条件，次要条件也是有的啊。我觉得在河北那边发展也是可以的，只要是不在北京就行。哦，就是北京让你觉得没有发展的空间是吗？就是你学的这个专业特别压抑的，因为每天上班的话特别累。我们首先得要先步行2公里，然后再要坐公交，然后又要倒地铁，就那样子。挺累的，你还能适应了是吧？对，我能适应。因为就是我觉得北京那边学习空间和晋升空间各方面都比较大嘛，我就喜欢在这种城市里拼一拼闯一闯，趁着年轻嘛。难道现在不去拼，非得等老了以后再去拼吗？但是我觉得再这样拼下去也没什么意义，我觉得再过10年还是这样子。是，之前你也这么说的，我在那小县城工作的时候你也说你在这干10年你还是这样，后来来北京了你又说你在这干10年还是这样，那你就直接说我就10年还这样就得了呗，不管我去哪儿就得了呗。那你要不改变字的话，其实也是这样的。你觉得这几年他有进步吗？有一点。只有一点啊？那看来还是应该留在小县城，哎，是吧？对。哦，这是你的依据是吗？那我当初就是你让我去别的地方找工作，我是不是说我在这工作挺稳定，就别去别的地方？咱不说工作了，这儿不是工作保卫战哈，咱说感情这点事儿啊。女朋友要回老家了，你要不跟她回，她就要跟你分手，这结果你接受吗？如果他非要这样的话，我也没别的办法。就是说接受喽。我觉得我在那边找个工作确实不容易，而且这么长时间了，好不容易稳定了，就是不甘心吧。你回答我，你还喜欢他吗？喜欢。还有像以前那么重要吗？没有了吧？因为他这几年变化特别大。他的变化是？就是脾气变得特别暴躁，对我特别不耐烦。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了，我说我脾气大，你还说你不相信。但当时你说你脾气大，你只是说说而已。但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说你脾气不大，你表现的脾气大。但是当时我们俩刚认识，我也不可能就一下子给你发脾气。姑娘，其实不是你变了，咱把这个事儿前后一捋，你就发现了，从谈恋爱开始，他只主动过1次。对，我这么听下来，就主动问你要了一个微信，是吧？对。接下来的事儿他就是做大爷了嘛。保定和石家庄其实离得很近啊。对。怎么会在恋爱期间就1年都不去看自己的女朋友呢？就一直在网上聊嘛。而后来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，也是女生主动去看男生，你去看过他吗？我去看过。就是我当时之所以不愿意过去找他，就是因为就在火车上见过1次面嘛。我当时去看你的话，你再一看，就是你看这个身高或者什么的，我是怕这个嘛。行，当时我也没嫌弃啊。然后女生在这个读书期间，心想外面的世界，对吧？对。就逼男生到北京去闯荡，希望有个更大的世界和舞台，对吧？对。其实在我看来，可能在这个时候关系恰恰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了。因为男生没有细说，但是男生讲到了说刚去北京的时候很难，对吧？对。那个时候你女朋友给你的支持多吗？那个时候我是为了不让她担心，我跟她说的我在北京过得特别好。所以你呈现给她的是好的一面。对。实际自己承受了很多她不知道的苦。对吧？女朋友也没有发现，没错吧？没发现。自打我来了北京以后，发现我其实也挺不容易的。所以我才想到了他的也挺不容易。对，所以都后知后觉嘛。于是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所谓情变的最大因素嘛，是继续留在这儿憧憬一个更好的未来，还是我们回去过踏踏实实的日子，是这样吧？对。其实如果要是刚认识那1年的时候，这个回去过日子也就过了，现在还真难了。因为你在男生心目当中那个天平和他事业的天平已经有倾斜了。对。好了，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北京就是一个充满着梦想、
机会的城市。有些人在这里拼搏，然后留下来；有些人在这里挫折，然后离开。我特别想知道，就是男生，当你到了北京遇到了那些困难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要放弃过？对。你有告诉他吗？你说我受不了了，我要走。我最后忍不住的时候跟他说了。他的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你如果早点跟我说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肯定能跟你一块承担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。他允许你离开北京吗？当时允许。允许，但是你坚持了下来。对。好，现在他说他要走。你允许他离开北京吗？我不想让他离开北京。好，这就是你们之间的问题。他跟你讲的是他允许你离开北京，并且愿意跟你一起承担，但是你就不愿意。其实女生，我最开始不太理解的就是，你以为你是指南针呢，你指哪边哪边是南，你让他去他就得去，你现在让他离开他就得离开。但事实上我理解你的想法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有更大的舞台，可是当我们碰壁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想逃离了。对，你受不了北京的压力，这就是他讲的，为什么你的女朋友变化很大，她其实就是压力太大了。你刚到北京的时候月薪多少？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月薪2000多。现在月薪多少？现在月薪7、8千。你觉得你已经在这儿站住脚了，并且扎下根了，不愿意离开了，对吗？对。所以其实是什么？是两个拥有不同能力的年轻人，对未来有着不同的人生规划。一个是希望在大城市拼搏，一个想去享受小城市的安逸。所以矛盾是爱情吗？不是。爱的天平从来没有均等过。就像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谈恋爱可以1年不见。保定到石家庄的距离就像是北京的朝阳区到海淀区的距离，你们竟然谈成了异地恋。即使是杭州到哈尔滨，如果是正常恋爱的话，每个月都会见一次。所以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多喜欢他，他只是你在那些困顿的时刻，在那些迷茫的岁月当中的一剂强心剂而已。他给到你所有的支撑，就是他对你的嘲讽。你不甘心，你为了他这句嘲讽，然后努力向上。当然，结果是好的。可是爱情呢？是没有的。你不愿意为了这个女生放弃任何一点点。当然，这是人生的选择。所以今天没什么好聊的。我觉得就是该留在北京的留在北京，该回老家的回老家，各自找到自己向往的生活和爱人。祝你们各自幸福，谢谢。男生，即使你们分手，你也要感谢女生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对，因为是她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你，牺牲了自己。当然，这不是她的初衷。其实你们俩有一个共同点，所以导致了现在的这种局面。你们俩其实都是更爱自己多一些。至于对方怎么感受、如何处境，其实关心的并不多。男生很明显你是个非常要面子的。相遇之后1年当中你不主动，你说了其实是自己担心自己的身高，对吧？要面子。他说你在小地方工作不像一个男人，没用。你不行，你要证明给他看。其实是你自己要面子。你好不容易到了北京，你口口声声说是不想让他担心，所以不说自己现在过得并不好，但我却不是这么认为。我认为你还是要面子，不想告诉你我的痛苦和最柔软的地方，那是因为我够强。但恰恰这一点说明你不够爱他。真正爱一个人，你是可以对他畅所欲言的，甚至于把自己最柔软的部分呈现给对方看，但你不，你要隐藏起来。所以你根本不够爱。所以说现在在北京好不容易打拼出了一片天地，有了希望了，他再让你离开，怎么可能呢？女生同样，
你潜意识里头你是看不起小县城里的那个他呢，没出息吗？得去大城市发展，人家去了，你来了，但恰恰在困难面前的时候，你选择了退缩。上下班2公里，换车换地铁很苦吧？但是但凡你爱这个男人，这些事情都是他这么做出来的，并且有了现在所有的成就，你却认为没什么变化，并且说我受不了这个苦，我要回去，你也得跟我走，多么自私啊！这里面有一点爱他吗？爱人在身边，做出了你的榜样，你就不能为了他留在这克服这个困难吗？不能啊，因为我受不了啊，我只爱我自己啊。所以2个同样自私的人又不是足够的爱对方，当然是这个局面了。你有什么权利让他跟你离开呢？不要让这份感情最终留下一个埋怨，没有谁对不起谁，而最终我们留一个怀念，一个珍惜，一个过往，多好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爱是成全，不是改变。你们2个人都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决定对方的人生，就是你没有权利要求人家必须留在北京，你也没有权利要求他必须要跟你回青海，或者离开北京去任何一个小城市。爱情是美好的，可是呢，一旦碰上生活的琐碎，那些美好就消失了，这些琐碎就浮出水面了。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他就算真的离开北京跟你回了青海，你们俩就不会因为那些琐碎去争吵吗？他就不会打着游戏再继续跟你发脾气吗？这不是换一个地方听不听你话就能解决的问题。是在面对这些生活的琐碎的时候，你们的爱情已经显得索然无味了，然后你们也不愿意去重新投入激情，寻找爱情当中的这份甜蜜。那慢慢的最后就被生活磨平了这个情感，然后一旦遇到事儿的时候就会马上崩塌，这就是你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啊。所以我觉得不是谁离开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，是你们现在感情已经发生了变化，所以遇到事儿就会觉得有一个人一定要迁就我，那你迁就我才能证明你爱我。另一个人就想你一定要听我的，你不听我的就证明你不爱我。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不是啊。所以我觉得当面临人生规划和选择的时候，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。爱情当然可能会影响到一丁点儿，就是你对人生的规划，但它一定不是全部。你的人生应该往哪个方向走，是由自己做主的，另外一半只能给到你建议和支持。我想这才是爱。好，谢谢你们。你说一个女人到底是望夫成龙呢，还是望夫成虫呢？当然是望夫成龙了。那人家现在快当龙了，你要回去？我就觉得这边压力挺大的，我想安逸人。其实说白了，说左是你，说右是你，说挣钱的是你，说回去的也是你。其实说白了，你扪心自问，当年你用种种讽刺的方式激着他来北京的时候，你真的是希望他能够努力的成长吗？是吗？不是。如果你是希望他能成才，你是真的爱他，你用种种苦心去激发他内心的潜能，希望他在职场上有一个好的上升通道，能够成为像你所说的有本事的男人。人家现在干得挺好，而且正在上升阶段，应该鼓励他才是啊。所以我认为你当初你不是要激发他要成长，其实你只是想体会，让他感觉到你的重要性，我意见的重要性。你要真的是为了他好，眼看着他一天跟一天不一样，你应该鼓励他好好奋斗下去。你自己的重要性不是通过对方来体现的，不是通过对方听不听你的话来体现的，你是自己的重要性是你自己去体现。对于男生来说，在北京奋斗不容易，但如果所有的奋斗除了是为了自己的价值，也是为了自己我们彼此共同的未来的话，那你不会今时今日对他这样。所以男生好好在北京奋斗，坚持自我，不爱就放他走。女生
如果真的想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喜欢的生活节奏，那就自己去寻找，不用想着要带着他。如果一个青海一个北京分隔数月甚至1年的时间之后，仍然觉得忘不了那个他，那个时候再做决定，好吗？就这样。我想起这么一句老话，叫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就这句话的背后，你知道藏的是什么吗？人其实是可以戒掉痛苦，但是戒不掉快乐。你们仔细想，痛苦的东西你不会再尝试吧？但凡有一点点快乐的东西让你真的快乐，你总是割舍不掉。你女朋友在她的回忆里面，这个甜蜜很少，所以她做出的举动是打包要走。对男生来说也是一样的。问男生，如果一定让你去青海的话，怎么样？分手啊？是因为在这段情感当中没有维系这个情感最珍贵的东西。都别较劲了。男生，你要是觉得这个女生不是你所喜欢的、你想要的女人，你借这个机会跟人家说清楚。女生，千万不要做极端的决定。所谓极端的决定是什么？是我为你留下来，他真为你留下来，你背得起吗？背得起。你们俩真分手，我当时就为了你留在北京，你真把他带回了青海，他到时候说了，我当时就是为你，我北京有那么好的前程，我都没了，你背得起吗？背不起。所以你们自己想，冷静的去处理这段感情，因为到了处理它的时候，我只能说加油嘛，那是各自的人生选择。接下来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你的关心太少了，可我也是为了让咱们俩以后过得更好，我也想让别人看得起我。眼看现在工作什么的都越来越好了，你却又嫌我忙，对你关心不够。我以后会改的，我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关心你，照顾你。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也能够做到，不要把我逼得那么紧，不要说你说什么我就必须得那么做，这样有时候我真的会喘不过气。我希望你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我知道了，我就是有时候管你管的太多了，我也知道，大到工作上，小到衣服上，我都管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女友化妆，时间长让你等可怎么办？很简单呀，6点钟的约会，你约她4点出来，6点钟刚好就赶趟了。在女性看来，要有一些矜持，让男生等一下，方显出自己的价值。我们即使是在婚姻阶段，都应该让自己的另一半得到内心的满足。为什么在恋爱时期不能够满足他一点小小的要求呢？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，不然你不会这么快，到心里正在将爱一点点上出来。不是这么委屈是啥情况？男生，你是要去青海吗？我还是想最后再挽回他一下，希望他能够陪我一起留在北京。哦，女生是同意留北京了啊。女生，请记住，今天的选择是你自己做的。你的人生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青海，你们俩好还是不好，其实跟这个男生都没有多大的关系，那是你自己的人生，好吗？记住这一点，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难独占。好嘞，没有谁能取代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谢谢罗老师。我心上。